歹徒一把勒住女人的脖子，不仅劫财，还想要劫色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女人不敢大喊大叫，但可惜的是，屋内的儿子还是听到了动静。他走过来想要制止，然而却被歹徒一巴掌扇翻在地。就在此时，旁边突然袭来一只大脚，把歹徒踹了个一脸懵，因为出手的竟然是他的同伴。然而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，他接下来居然让男孩捡起地上的枪，并且将枪口对准自己，仿佛就像是一个父亲一样，在教自己的儿子要学会勇敢。这时邻居的大爷持着枪也想要来英雄救美，歹徒见状连忙挟持了母子二人，并威胁邻居赶紧把枪放下。老人无奈只好乖乖放下枪，眼睁睁看着男孩被当成人质带走。可是在逃亡的路上，歹徒却不停地骂骂咧咧，甚至还开枪乱射，显然是对同伴刚刚踢他那一脚还耿耿于怀。但车前的两人默契的都没有理会他，这让歹徒更加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将所有气都撒在男孩的后脑勺上。同伴见状没有再惯着他，当即让男孩帮忙握住方向盘，随后直接转过身，对着脸上就是一记暴击，顿时把歹徒打得鼻血横流。原来两个人的关系并非那么的牢固，他们本身都是监狱里的囚犯，只是为了能够顺利一起逃出来，所以才临时组成了合作关系。男人把车停在了一家便利店门口，想要下去买一些补给。他把枪交给了小男孩，并嘱咐他，如果歹徒敢乱动的话，就直接对他扣动扳机。看着打开保险的枪口，歹徒顿时被吓得不敢动弹。可等男人下车走远了之后，他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甚至趁着男孩不注意，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枪。可歹徒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他便发现原来枪里压根就没有子弹。得知被骗的他有些气急败坏，想要把怒火都宣泄在男孩身上。被勒疼的男孩一把就咬住他的耳朵，趁着对方还没回过神，又连忙借机逃下了车。他慌慌张张地钻进一片玉米地，猫着身子爬行，不敢冒头。然而此时歹徒也跟着追了过来，一边追还一边叫嚣着要让他好看。男孩吓坏了，即便膝盖磨破了也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好在这时男人买完东西发现了这边的情况，并且先一步找到了男孩。他示意男孩把手枪交给自己，然后赶紧离开。正当歹徒还在高兴地狩猎时，一把乌黑的手枪就对准了他的脑门。诧异过后，歹徒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他知道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。可他还得意不到3秒，就见男人缓缓摊开手掌，刚好在便利店里，他顺便买了些子弹。伴随着一声枪响过后，原本3人的逃亡队伍也变成了2人。男孩有些害怕，询问到会不会连同他也一起杀掉。对此，男人让他可以放宽心，说只要过了边境就会放他回家。为了缓解男孩的紧张，男人还故意找话题聊起了天。他向男孩介绍自己名叫布奇，虽然曾经进过监狱，但他却是一个有原则的罪犯，从来不会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。这也让男孩渐渐放开了不少，与布奇交流了起来。从表面上看，2人一点都不像劫匪和人质，反而更像是一对旅行中的父子。然而2人都还不知道的是，歹徒的尸体已经被警方发现，他们对布奇发布了最高级的通缉令，并且还会派遣更多的警力来对他进行围剿。逃亡路上的布奇对此还浑然不知，他见男孩只穿了一条裤衩，便驱车来到一家服装店，想要为男孩买一身衣服，同时也为自己置换一套行头。可就在他们选好衣服准备结账时，一旁的电视机却报道出了2人的讯息。正在看新闻的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布奇，连忙就拿起电话想要报警。布奇也知道自己暴露了，立马对着老板就投来威胁的目光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外面巡逻的警察已经认出他的车。正当布奇取完车想要离开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。他干脆将心一横，对准警车就撞了过去，直接把警车给怼得冒烟。随后他加大油门，制造出逃跑的假象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服装店门口。他让男孩自己做主，决定要不要跟他一起离开。男孩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，便迅速钻进了车里。因为经过一路上的交流，他已经看出布奇并不是坏人。2人驱车来到郊外停下，布奇本想让男孩换上新买的衣服，可转身却发现男孩将怀里塞得鼓鼓的，原来是他刚刚从服装店里偷了一件万圣节的套装。男孩有点害怕地问道 Let's understand each other. Stealing's wrong, okay? But if there's something you need bad and you ain't got the money. 换好衣服后，2人继续上路。布奇问男孩为什么喜欢这个衣服，男孩说自己从来没过过万圣节，因为母亲的家族传统不允许他们过节，更不允许他们戴乱七八糟的面具。每年的万圣节，他只能从窗户看着别的小朋友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。如果不是这次经历，他可能这辈子都穿不上这样的衣服。听到这些，布奇在路边停下了车，他问男孩想不想去过一次万圣节。男孩有些犹豫说妈妈不准，但布奇却接着说道 I ain't asking your mother, I ain't asking Jehovah.You wanna go trick or treating or not? 这下男孩果断点了点头。布奇带着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前，并让他自己前去敲门。见到一位老妇人走了出来，男孩立马上前说道 Trick or treat, man. 可妇人听完却说万圣节早就过了，
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布奇不想男孩第一次玩游戏就尝试失败，于是他故意露出腰间的手枪。妇人见状，心里顿时一紧，连忙让男孩在门外等一下。当他再次出来的时候，不仅将家里所有的零食都给了男孩，甚至还递过来了不少的钞票。布奇见状，这才肯作罢，但走时还是不忘了教男孩要跟人家说一声谢谢。就这样，帮男孩体验到万圣节的快乐后，两人继续赶路。在即将驶出郊外的时候，布奇留了个心眼下车查看，果不其然发现了警察设置的关卡。正当他寻思着要怎么通过时，车里等待的男孩却不小心碰到了手刹，车子也开始向坡下滑行。布奇听到叫喊声，连忙大呼着让男孩踩住刹车，可男孩却着急忙慌地对着油门就怼了下去。这下原本倒滑的车也一下子就朝着布奇冲来，眼看着马上就要撞上，布奇却没有躲开，而是继续鼓励着男孩。Step on the brake. Oh, hell of a job, Philip. Never had a doubt. 此时男孩还没有发现，在布奇的引导下，他已经渐渐变得自信起来了。而布奇也以刹车失灵为由，成功混上了露营夫妻的车。在路过关卡的时候，警察接到的命令是抓捕一名男子带着个小孩。他一看车里坐着这么多人，甚至连证件都懒得查，就直接放行。因为还不知道布奇的身份，一路上几人都相处的还算融洽。可当两个孩子不小心弄洒了可乐，女主人却顿时就大发雷霆，呵责他们将刚买的新车给弄脏了，还重重的把儿子摔在座位上，这让布奇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原来布奇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父亲对他也是非打即骂的。眼前的一幕正好触动了他曾经受伤的心灵，他当即就把一家人丢在路边。为了惩罚他们居然爱车胜过爱孩子，布奇还故意抢走了他们的车。车上，男孩突然感谢布奇，说是今天让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以前妈妈都不肯带他出去玩，说是替他的安全着想。长这么大，他甚至都没去过游乐场。布奇有些诧异，问男孩的爸爸怎么也没带他出去。然而男孩却说，妈妈曾告诉过他，他的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，要等他成年了才会回来。听到这，布奇沉默了一下，紧接着就让男孩坐到车顶。他无法满足对方拥有一个父亲的愿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一点点弥补那童年的缺失。深夜，他们在一处田地里停下休息。布奇让男孩把心里一直想做的事列成一份愿望清单，旅途上会帮助他一起完成。然而这时却突然射来一道强光，布奇有些紧张地掏出了手枪，结果却发现原来是田园的工人。在得知布奇和男孩想在这休息，他热情地邀请两人去家里做客，在老人家中美美地睡了一晚。第二天还蹭了一顿免费的早餐。布奇对老人表示了感激之后，老人还大方地让孙子去多拿一些食物，可孙子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。老人气冲冲的就抬起手，布奇的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安慰着小男孩，与他玩起了翻跟头的游戏。这时他看到了旁边有一些黑胶唱片，于是播放了一首比较喜欢的曲子。在优美的旋律下，布奇还邀请了女主人一起跳舞。两个孩子见状也跟着学了起来。这一刻，他们像是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老人的收音机里却传出了警方通缉的新闻。布奇赶紧走过来关掉收音机，并向老人表示自己会马上离开这里。可布奇刚走到客厅，老人的孙子却拦住他，想让他再带自己玩一次翻跟头。布奇刚想抱起男孩，老人却一把扯过自己的孙子，直接一巴掌就打在他的头上。这下布奇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，他冲过来将老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并拿出枪抵住对方的脑袋。布奇的童年一直在家暴中度过，童年对爱的缺失让他最见不得这种情景。他让男孩帮自己拿着手枪，随后当着老人的面满足男孩想做空翻的愿望。但为了防止他们报警，布奇还是将三人都绑了起来，并用胶带缠住他们的嘴巴。然而男孩却以为布奇又要杀人，流着眼泪将枪口对准了布奇。伴随着一声枪响，布奇瘫倒在地。男孩趁机跑出了屋外，他把手枪丢进了水井，又拔出了汽车上的钥匙，丢进旁边的草丛。做完这一切，才从围栏钻了出去，带着尖刺的铁网撕裂了他的衣服，但同时一并撕裂的还有他对布奇的那份信任。中了枪的布奇艰难爬起身，离开前还特意将一把小刀放在桌上，让老人可以等他走后再自己松绑。他循着男孩逃跑的方向追去，边走还边向男孩解释。男孩吓得爬到了树上，布奇艰难地来到树底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明信片，那是父亲写给他唯一的一封信。
信中提到父亲希望他有机会能来一趟阿拉斯加，这也是他此次越狱出来的目的。虽然他特别恨自己的父亲，但同时他也渴望能得到那应有的父爱。可惜的是，或许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了。理解了他的男孩爬下来向他道歉，不过布奇并没有责怪男孩，反而庆幸是男孩打中了他，而不是其他人。然而这时警察还是追踪到了这里，并且还带来了男孩的妈妈。尽管此时布奇依旧能将男孩当作筹码来威胁警察，但他却没有这么做，而是让男孩戴上小鬼面具，让现场所有人都把糖果交出来。他想陪男孩再玩一次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，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依旧还是在为男孩着想。他大声地对警察说，只要男孩的妈妈能够满足他一个条件，他就会放男孩安全地离开。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布奇拿出了男孩曾写下的心愿，他要求男孩的妈妈以后要带他去坐过山车，去吃棉花糖，还要让他过各种节日。男孩的妈妈听到后很是羞愧，她向布奇保证，以后一定不会再阻止男孩的愿望。布奇让男孩慢慢地走过去，他们握了握手，算是最后的告别。可男孩走到一半时，却又突然转过身跑了回来，用他那小小的身躯抱住了布奇。虽然两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，但却让男孩感受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父爱。他恳求布奇能够跟他回去自首，因为只有这样布奇才能够活下来。望着男孩眼神中充满的渴望，布奇没有拒绝，两人手拉着手缓缓向警察走去。突然布奇想到了什么，他蹲下身子，右手艰难地摸向口袋。可此时警察却误以为他要掏枪，迅速对他扣动了扳机，布奇中枪倒地。这时众人才发现他掏出的并不是枪，而是父亲寄给他的那张明信片。他只是希望男孩有机会能代替他走一趟，但此时此刻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他最终还是倒在了弥补童年缺失的道路上。虽然他在阴差阳错下绑架了男孩，可却也让男孩拥有了一个足以治愈一生的童年。然而讽刺的是，恰恰是最爱男孩的母亲，却以爱的名义差点绑架了他整个童年。在当下的社会中，很多父母都因为忙碌而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和关爱。可与其去努力地抓住世界，还不如多放一些精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因为孩子才是上天赐给父母最宝贵的财富。